在一个冰冷的收容所里，一只德国牧羊犬名叫雷克斯，默默地躺在铁笼里，他的眼神空洞，身体紧紧地蜷缩在角落里，仿佛已放弃了所有的希望。曾经骄傲威武的他，如今只剩下一堆破碎的记忆和深深的伤疤。这些伤疤讲述着他的过去，那些遭遇的虐待、孤独和无尽的痛苦。雷克斯不再吠叫，不再尝试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然而，今天晚上，一切都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。在这个收容所，其他的狗还在不停地嚎叫，渴望有人能看到它们，接纳它们。而雷克斯则完全沉默，他将自己蜷缩成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仿佛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他的眼睛再也不闪烁那种警觉与期待的光芒。几周前，他停止了所有的叫声，因为他已经明白了，叫声不会改变任何事情。收容所的访客们每次走过他的笼子时，都会迅速移开视线，选择那些更年轻、更活跃的狗。雷克斯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无望的存在，虽然他并不具备攻击性，但他的外表和他的过去让人对他产生了恐惧。每当他看到一只手伸向他，他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颤抖，那是对痛苦的记忆在他心中留下的烙印。那天夜里，收容所里一片寂静，工作人员刚刚打扫完房间，灯光逐渐暗淡，大家纷纷离去。雷克斯仍然静静地躺在自己的笼子里，眼睛呆滞地注视着走廊的尽头。即便是其他狗的哀嚎声，也无法打破他内心的沉寂。即便是这样，他仍然偶尔发出一声几乎难以察觉的呜咽，那声音既不充满渴望，也不带有任何怒气，而是如同一个疲惫的灵魂对命运的最后叹息。谁也没有注意到那轻微的声音，直到他穿越了寂静的夜空，想入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。就在这时，丽娜坐在她的小公寓里，疲惫地翻着手机屏幕，心情空落。她是一个兽医技师，一直以来，她的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与动物打交道的经历。然而最近，她感到有些迷茫。虽然她一直渴望收养一只狗，但现实总是给她找借口。她的公寓太小，工作时间太长，她总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照顾一个需要特殊关爱的狗。然而，那一声细微的呜咽却不知怎么地触动了她的心。她的目光停在了手机屏幕上，却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。她放下手机，走向窗边，站在窗前凝视着街道的黑暗。她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她知道那声音背后一定有一个故事，背后一定有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。那一刻，她做出了一个决定。那天晚上，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悄然涌上丽娜的心头，她的手指停留在手机屏幕上，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力量牵动着她。她打开社交媒体，浏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。突然，一篇来自当地收容所的帖子吸引了她的目光。那是一张模糊的照片，照片中雷克斯静静地躺在铁笼里，眼睛茫然地盯着镜头，似乎没有任何希望。照片下面的文字写道：5岁的雷克斯，明天就需要一个家，否则他将面临安乐死。看到这些，丽娜的心沉了下去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她内心深处被触动了。雷克斯的眼神深深吸引了她，尽管她无法解释，但她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吸引力，一种无法忽视的召唤。她盯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，手指停留在手机屏幕上，久久没有移动。她知道自己不能拯救所有的狗，这是她在职业中听到过无数次的劝解声。你无法拯救他们所有人。她低声重复了一遍这句熟悉的话，但这一次，话语的冷漠反而让她感到空虚。她的内心突然涌上了一股强烈的情感冲动，
仿佛有个声音告诉他，这一次他不能放手。他没有任何犹豫，迅速拨通了收容所的电话。尽管已经很晚了，电话那头没有接听，他依然留下了简短的留言：嗨，我是丽娜，我看到了关于雷克斯的帖子，我知道已经很晚了，但我想帮忙，请在我明天到之前不要做任何决定。挂掉电话后，丽娜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，她感到一种强烈的情绪冲击，恐惧、疑虑，还有一种莫名的决心。她并不清楚自己为何如此坚定，但她知道她无法忽视这种内心的召唤。她将闹钟定在了清晨，准备一大早就赶到收容所。她清楚自己只有一短短的时间，才能为雷克斯争取到最后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雷克斯依旧一动不动地躺在笼子里，没有意识到某个地方有一个人已经决定为他而战。月光透过铁窗洒在他的身上，照亮了他疲惫的身体。这是几周以来第一次，柔和的光芒照在他身上，似乎在告诉他，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仿佛身体的某个部位还在暗自期盼着希望，等待着属于他的奇迹。清晨的太阳缓缓升起，染红了天边的云彩。收容所内的空气弥漫着橙色和粉色的暖意。工作人员开始了日常的工作，给狗狗们喂食，清理笼子。雷克斯依旧静静地坐在自己的笼子里，任由一切发生。然而，今天与以往不同，今天是决定他命运的日子。这时，收容所的经理凯伦走了过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份剪贴板，表情沉重。他走到雷克斯的笼子前，看着这只静静坐着的大狗，低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孩子，我们尽力了，但没有人来收养你。”他说完后转身离去。雷克斯依旧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即将到来的命运。曾经明亮的眼神早已被深深的失望和恐惧所吞噬。与此同时，丽娜已经在路上了，她的心跳加速，驾车穿行在安静的街道上，心中充满了疑虑。她担心雷克斯会不会太过激动，担心自己无法应对他的情绪。她低声自语：“如果我不能处理他怎么办？”每当这些疑虑浮现时，雷克斯那双深邃的眼睛就浮现在他脑海里。无论他怎么想，怎么退缩，他都无法忽视那种深深的吸引力。收容所的停车场出现在他眼前，丽娜深吸了一口气，望着那座不起眼的建筑，简朴的砖墙和四周的铁丝网构成了他记忆中的景象。他匆匆赶到入口，紧握着手中的手机，心跳依然加速。他注意到收容所的大门依旧开着，凯伦正在整理雷克斯的资料。这时，他听到了门铃声响，抬起头，看到丽娜站在门口，气喘吁吁。“嗨，我是丽娜。”丽娜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“我昨晚打过电话，关于雷克斯的事。”凯伦扬起眉毛，看了看时钟，声音带着一丝惊讶：“你来得真早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不过你还是晚了一步，雷克斯的安排已经做了。”丽娜毫不犹豫地打断他，声音坚定而清晰：“我会带他走。”凯伦停下脚步，仔细打量着他，眉头微皱：“你确定吗？雷克斯可不是一只容易相处的狗。他的过去很艰难，我们曾经处理过他的攻击性问题。”丽娜深吸一口气，尽管她的胸口紧张不安，但声音却平静如水。“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”凯伦犹豫了一下，似乎在权衡什么，但看着丽娜眼中的决心，终于点了点头，将手中的剪贴板放下。“好吧，我带你去找他。”丽娜跟随着凯伦走下走廊，四周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和潮湿毛皮的气息。
随着他们步伐的靠近，走廊尽头的雷克斯的笼子里，犬吠和哀嚎声渐渐变得清晰。当他们终于到达雷克斯的笼子旁，丽娜的心猛地一沉。雷克斯看起来比照片中还要瘦弱、憔悴，他蜷缩在角落里，头靠在自己那湿漉漉的爪子上，眼神空洞，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已经麻木。凯伦小心翼翼地打开笼子，动作格外缓慢，警惕地说道：“小心点，雷克斯现在可不欢迎任何人。”丽娜蹲下身，温柔地唤道：“嘿，雷克斯，没关系，孩子，我来带你回家。”她的声音如同一阵微风，轻柔而安抚。听到她的话，雷克斯微微抬起头，耳朵轻轻抽动。虽然他没有动，但眼中突然闪过一丝好奇，仿佛是听到了一种久违的声音。丽娜缓慢地伸出了手，轻轻地、谨慎地接近雷克斯。她不敢贸然靠近，怕惊扰到他。“没关系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她低声说道。雷克斯犹豫了片刻，身体紧绷，但终于，他微微抬起鼻子，嗅了嗅空气。丽娜屏住呼吸，心跳加速，继续伸出双手，慢慢地靠近。雷克斯微微动了一下，犹豫着向她走近。当他的鼻子终于轻触到她的手时，丽娜感到一阵轻松，仿佛一块重担从她心头落下。“好孩子。”她轻声说，声音中带着些许情感的崩溃。凯伦在一旁默默观察着，眼中的怀疑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温暖的微笑。“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他语气柔和了许多，但似乎也开始认可丽娜的决定。不过，也许这会成功。当丽娜终于带着雷克斯走出收容所时，外面的阳光温暖地洒在他们身上。雷克斯的步伐有些犹豫，身体仍然僵硬，但他没有抵抗，默默跟在丽娜身旁。这是他几个月来第一次离开这个冷漠的避难所，第一次感到一丝微弱的希望。车内一片宁静，只有发动机的低鸣声和偶尔从后座传来的沙沙声。雷克斯蜷缩在为他铺好的毯子上，眼睛紧紧盯着车窗外的陌生景象。他的身体依旧紧张，小心翼翼地移动，仿佛不敢完全相信眼前的这一切。或许他心中知道，这一切也许只是暂时的，又一次短暂的停留，过不了多久，或许又会被送回到那冷冰冰的金属笼子里。丽娜通过后视镜看着他，看到这一幕，她的心揪成一团。她多么想说些什么，安慰他，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但他明白，语言是无法弥补一切的。这是一只曾经学会不抱希望、不相信的狗，所需要的远不止一句简单的安慰话。他深知，想要打破他内心那些无法触及的屏障，需要的不仅仅是善意的言辞，更是时间、耐心与无条件的关爱。当他们到达丽娜的公寓大楼时，公寓前面是一栋朴素的建筑，前面有一小块绿地。丽娜转过身，对雷克斯轻声说：“我们到了，孩子，这里就是家了。”她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，给雷克斯一些时间去适应，随后伸出了皮带。雷克斯犹豫了一下，耳朵微微抖动，但最终还是迈出了步伐，爪子触碰到地面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嗅了嗅空气，依然保持警惕。丽娜轻声安慰他，缓缓带着他走向大楼。他故意放慢脚步，确保不吓到他。进入公寓后，室内简单却温馨。客厅的角落里放着一张狗床，旁边是盛有新鲜水和干粮的碗。丽娜早在前一晚就准备好了房间，想让雷克斯感觉尽可能的舒适和温暖。然而，当她解开皮带，让雷克斯自由地探索时，很明显，他还没有准备好安顿下来。他在公寓里四处徘徊，
鼻子不停地嗅探每一个角落，动作僵硬，身体低伏，仿佛随时都会面临危险。到达狗床时，他嗅了嗅，然后退回到门口的一个角落，蜷成一个紧紧的球，眼睛警觉而好奇地盯着丽娜，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。丽娜叹了口气，胸口紧紧地压着一块石头。她早就知道这一切需要时间，但看到雷克斯如此孤独和疏离，远比她预想的要更困难。她蹲下身，保持声音柔和：“没关系，雷克斯，你在这里很安全，暂时没有人会伤害你。”雷克斯的眼神似乎稍微柔和了一些，但他依旧没有动。丽娜决定给他更多的空间，于是退到厨房开始准备晚餐。她希望食物的香气能让他稍微放松。丽娜尽力让雷克斯走出自己的心房，但当他带着晚餐盘子回来时，雷克斯依旧静静地待在原地，头部紧贴着爪子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发生。丽娜给雷克斯足够的空间，让他自由活动，从不强迫他互动，却总是让他知道自己始终在身边。他花了几个小时静静地坐在他的角落旁，偶尔读书，偶尔在笔记本上工作，让雷克斯慢慢适应他的存在。渐渐的，他的姿势放松了，眼神也不再那么紧张。有一天晚上，丽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，突然感到腿上有一股轻微的压力。她低下头，心跳不由自主地漏了一拍。雷克斯悄悄地走近，用鼻子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膝盖。她动也不敢动，生怕吓到她。雷克斯停了一会儿，然后他缓缓伸出手，手指悬停在她头顶上，轻轻地抚摸了下去。“好孩子。”他低声说，声音因情绪而微微颤抖。雷克斯没有后退，而是站在那儿片刻，然后悄悄退回到他的角落里。那一刻虽然微小，却对丽娜来说意义重大。那晚，丽娜躺在床上，回想起过去的一切，雷克斯身上的伤疤和他眼中的恐惧，每一处都讲述着痛苦和生存的故事。但在这背后，他看到了一线希望，一丝从未有过的火花。那种火花还未完全熄灭，他决心要将这微弱的火光吹拂成熊熊烈焰。他知道，雷克斯的旅程才刚刚开始，无论前方有多少挑战，他们都会一起面对。接下来的几周里，雷克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起初很微小，每一个细节都让丽娜感到欣慰。雷克斯开始轻轻地摇尾巴，每当丽娜叫他的名字时，或者他会跟着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保持着谨慎的距离，但总是确保自己处在他的视线范围内。每一次微小的进步，似乎都打破了他为自己筑起的坚固高墙。丽娜信守诺言，始终保持耐心，从不强迫雷克斯与自己互动，但她庆祝每一刻的进步。当雷克斯终于躺在他为他准备的狗床上时，丽娜几乎忍不住流泪。尽管变化微小，但这足以证明雷克斯开始信任他，开始相信新生活也许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糟糕。一天晚上，丽娜在工作了一整天后，决定是时候尝试些新的事情了。她拿起一条皮带，跪下来，把皮带伸到雷克斯面前，轻声问道：“你想去散步吗？”雷克斯歪着头，耳朵微微竖起，那是丽娜见过他最感兴趣的表情。他微笑着鼓励他，轻柔地将皮带扣在他的项圈上，随后打开了前门。雷克斯犹豫了一下，眼睛迅速地看向他，似乎在寻求安慰。丽娜温柔地拍了拍他的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放松吧。”他们走出了门外，凉爽的夜风迎面扑来，街区安静的仿佛时间都静止了。
两旁的树木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刚开始，雷克斯的动作很谨慎，身体低伏，步伐犹豫不决。但随着他们继续走，他渐渐放松下来，鼻子不停地抽搐着，嗅着空气，感受着周围的一切。丽娜心里感慨万千，想知道雷克斯上次享受这样简单的散步是什么时候？是不是多年以前他就被关在笼子里，失去了每只狗应有的自由？他们转过一个街角时，碰到了邻居，那是一位中年男子，他正牵着一只快乐的金毛猎犬散步。丽娜不禁紧张起来，担心雷克斯会有什么反应。她轻轻地拉住皮带，温柔地安抚道：“没关系，雷克斯。”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。金毛猎犬兴奋地摇着尾巴，主人也友善地向丽娜微笑，问道：“这是新狗吗？”丽娜点点头：“是的，雷克斯，我几周前收养了它。”那个男子微微蹲下，保持距离，但还是伸出手让雷克斯嗅嗅。雷克斯僵住了，身体变得僵硬。丽娜能感受到皮带上的紧张波动，一瞬间，她以为雷克斯会猛地扑过去，但他只是后退了一步，眼神警惕却没有敌意。丽娜松了一口气，轻声说：“好孩子。”邻居站直了，理解地点了点头：“你做得很好，虽然需要时间，但他们总会回来的。”丽娜微笑着，感谢对方的鼓励。继续散步时，雷克斯似乎变得更加自信，步伐稳健，耳朵放松。当他们回到家时，雷克斯走在丽娜身旁，头抬得比以前更高。那天晚上，丽娜坐在沙发上喝着茶，雷克斯走到她身边，尾巴轻轻摇动，头靠在她的腿上。丽娜的心猛地一动，轻轻地把杯子放下，抚摸着他的皮毛，第一次感受到他对她的信任。她低声说：“你是个好孩子，雷克斯。”那一刻，她知道他心中的防备终于开始消融。然而，就在一切看似安定时，一个不速之客出现了。一天晚上，丽娜正在整理公寓时，突然注意到一辆陌生的车停在街对面，车灯熄灭，车子已经在那里停了好几个小时，毫无动静。一直在窗边打瞌睡的雷克斯突然竖起了耳朵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，声音在房间里回荡。丽娜的心一沉，意识到尽管他们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，雷克斯或许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阴影。那辆车停在那里，黑暗中的轮廓几乎不可见。丽娜试图说服自己，那不过是邻居或访客的车，但心中日益增长的不安却无法平息。雷克斯似乎更加警觉，低沉的咆哮声此起彼伏，身体紧张地盯着那辆车。丽娜蹲在他身边，低声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伙计，你在这里很安全。”但雷克斯没有放松，他的咆哮声越来越低沉，眼睛牢牢锁定着车子。丽娜觉得这次不同，这不是普通的反应。雷克斯显然感受到了某种不对劲的东西。他看了看钟，已经过了午夜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他都需要答案。他鼓起勇气走出家门，走向街道边缘，车子依然停在那里，车窗染色，看不清车内的人。丽娜感到一阵寒意，忍不住呼喊：“我能帮你吗？”虽然内心充满恐惧，但她的声音仍然保持冷静，没有回应。接着车子发动了，车头灯闪烁着，迅速消失在夜色中。丽娜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车子消失在街道的尽头，心跳加速。她转身回到房子里，雷克斯仍然站在窗前，目光锐利，警觉地观察着。第二天早上，丽娜依旧心神不宁，她盯着街道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她拨通了收容所的电话，试图了解更多雷克斯的过去，
但得到的回应很模糊。收容所的经理遗憾地说道：“我们对他了解不多，他是流浪狗被发现的，但我们听说过关于他过去的传闻。”丽娜心头一紧，问道：“什么样的过去？”经理迟疑了一下：“我们听说他可能来自一个斗狗场，但没有确凿的证据。”这个消息让丽娜的心沉了下去。雷克斯曾经历过如此残酷的生活，让他感到无比痛心，这也解释了他的恐惧，他的伤疤，他对人的不信任。然而，这也意味着那些曾参与过这段历史的人，可能仍然在附近。那天晚上，丽娜决定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，她锁好每一扇门和窗户，坐在沙发上仔细检查了一遍。雷克斯靠近他，他平时的谨慎被强烈的警觉所取代，似乎感觉到了他的不安。尽管他的存在给了他一些安慰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恐惧感却愈加严重。午夜时分，雷克斯的耳朵竖了起来，他又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。丽娜的心跳加速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向窗外，车子又回来了。丽娜毫不犹豫地抓起手机，拨打警察电话，低声向接线员解释情况：“我家外面有一辆车，已经监视我们好几个小时了，请派人来。”接线员向他保证，警察会尽快到达。然而，几分钟对丽娜而言仿佛是几个小时。她和雷克斯焦急地等待着，雷克斯紧张地站在门口，随时准备保护她。当警察终于赶到时，车子已经消失，只在路上留下了几道轮胎痕迹，仿佛提醒着他，危险并未远离。警察记录了他的陈述，但他们显得无能为力。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信息，他坚决地说。如果有任何新情况，马上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区域。话音刚落，警官便离开了。丽娜静静地坐在雷克斯身边，地板冰冷，双手颤抖着轻抚着他的毛发。她低声问道：“雷克斯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”他的声音几乎被眼眶中的泪水吞噬。“你在逃避什么？”雷克斯倚着他的身体，轻轻触碰着他，仿佛他也在试图安抚他的情绪。那一刻，是雷克斯那天晚上第一次稍微放松下来。他似乎明白他的痛苦，仿佛在向他传达着一种信念：他们会一起度过难关。然而，丽娜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，危险依然没有远离。那些车里的人绝不仅仅是在观察，他们在等待。他发誓要尽全力保护雷克斯，避免他再次陷入过去的阴影中。第二天，天色阴沉，空气中弥漫着即将降雨的气息。丽娜坐在窗边，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注视着雷克斯。她静静地躺在他的脚边，头枕在爪子上，眼睛半闭着，耳朵却随着任何微小的声音敏锐地抽动。他表面上看似安静，但丽娜知道，昨晚的事件让他们都变得紧张。手机突然响起，打破了宁静，是收容所经理卡伦的电话。“嗨，丽娜。”卡伦的声音谨慎而低沉。“我觉得你应该知道，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人询问雷克斯的情况。”丽娜的胃瞬间一沉。“他们说了什么？”她迫不及待地问。“他们没有透露姓名，但他们坚持要知道雷克斯现在在哪里。”卡伦的语气变得更加隐晦。“当然，我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信息。”他的声音渐渐消失，留下了一个不言而喻的悬疑。“谢谢你告诉我。”丽娜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，尽管内心已经开始陷入恐慌。她挂掉电话，看向雷克斯。雷克斯此刻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她，仿佛感受到了她的焦虑。丽娜低声对他道：“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”当晚，暴风雨终于到来了，雷鸣震耳欲聋，雨水拍打着窗户，
丽娜紧紧锁住了每一扇门窗，每一道闪电照亮天空时，她的心脏都会剧烈跳动。雷克斯紧紧陪伴着她，他的存在仿佛提醒着她，危险依然潜伏。午夜时分，一辆车的引擎声在风暴中响起。丽娜透过窗户望去，心跳骤然加速。窗帘被拉开，那辆车停在了街对面，车灯熄灭，在雨中几乎隐匿无形。她双手颤抖着拿起电话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是丽娜·卡特，她迅速说道。车回来了，就是我昨晚举报的那辆，请派人来。接警员向她保证，警察正在路上。然而，丽娜知道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她转过头看向雷克斯，发现他已经站在门口，身体僵硬，耳朵竖立，低沉的咆哮声在屋里回荡，警告着任何潜在的威胁。丽娜等待的几分钟，仿佛过了几个小时。突然，她听到了清晰的脚步声从门廊传来，她的呼吸被堵住了。外面有人！雷克斯猛然间尖锐的吠叫，声音在小小的公寓里回荡。丽娜急忙拿起手电筒，向门口走去，她的手剧烈颤抖，低声对雷克斯说：“留在这里。”但雷克斯纹丝不动，他站在她身边，目光紧盯着门外。门把手嘎吱作响，丽娜打开手电筒，从猫眼往外看去。外面的人影被雨水模糊了，她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。然而，她还是辨认出一个男人的轮廓。那个男人正试图强行闯入。在丽娜做出任何反应之前，雷克斯猛地扑向门口，疯狂地吠叫。另一边的男人顿时犹豫了，被雷克斯的吼叫镇住了。丽娜抓住机会，立刻喊道：“警察！”那个人低声咒骂着，随后迅速消失了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丽娜透过窗户看见他冲回车里，车子轰鸣着启动，迅速消失在风雨中。警察到达时，丽娜的双手依然颤抖。她详细地讲述了整个事件。警察承诺会增加对该区域的巡逻，并记录下所有细节。然而，丽娜心里清楚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无论是谁在追捕雷克斯，都不会轻易放弃。警察离开后，丽娜坐在地板上，背靠着门。雷克斯走到她身边，身体紧紧依偎着她。他用双臂将她搂住，把脸埋进她温暖的皮毛中。“你现在安全了。”他低声说，“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。”第二天，丽娜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她收拾了一个包，把雷克斯装进车里，开车前往乡下的一个朋友家。那里是一个安静、隐秘的地方，雷克斯终于可以摆脱过去的阴影。当天，他们停在了一个小农舍前。雷克斯的过去似乎已经消失不见了。丽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笼罩着她，这不仅是对雷克斯的释然，也是对她自己的安慰。自从她带雷克斯回家后，她第一次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摇着尾巴，嗅着空气，身体放松，眼睛比她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明亮。丽娜含泪微笑，知道他们都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。雷克斯转过身来，开心地叫了一声，仿佛在对他说：“谢谢。”丽娜蹲下身，紧紧拥抱他，低声说道：“现在你就是我的家人了，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。”雷克斯从庇护所的笼子里走出来，开始了一个充满爱与自由的全新生活。这个过程并非易事，但他身上的伤疤，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情感上的，都讲述了一个关于痛苦与生存的故事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们也讲述了坚韧与希望的故事。丽娜发誓要保护他，给他一个他应得的幸福生活。这证明了每只动物，不管它们曾经多么受伤，只要给予它们爱和关怀，终究可以愈合。
而雷克斯不仅是一只救援犬，更是第二次机会的象征，见证了同情的力量。和丽娜一起，他克服了过去的阴影，证明了无论开始多么黑暗，总有希望迎来一个更光明的明天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